我你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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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过来，我有点格格不入这里。神经病是吧？你们两个。爱嫂子。什么你妈放的什么东西？我再他妈不跟你说话了，我操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亮频道。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是小屏，也是 Air 机型。我上档是荣耀 Magic 8 Pro Air， 简称荣耀 Air， 好吧？6.31英寸，5500的電池，第一次用天玑9500的處理器。那麼它對手呢？這一台是榮耀，呸！你又榮耀上了。摩托羅拉的 X70 Air Pro 啊，這一個叫 Pro Air， 一個叫 Air Pro， 我覺得很麻煩。那它的配置上是最有格調的驍龍8 Gen 5呀，賣到了4500塊錢呀。怎麼說啊？非常有格調。8 Gen 5賣4500。哎，你別管絕世人生，你也敢賣？我們上次是2000多的那個3台8 Gen 5吧。啥呀？聽不見，聽不見。而且你這手指也挺大的。啥呀？聽不見，聽不見。然後為什麼叫 Air？ 是一個。滾啊！我煩了，這人是一個6.78英寸的屏幕，但是呢，我這個有165赫茲的刷新率啊。雖然說平常是120，好吧，遊戲不知道能不能開得了啊？也許吧。哎，電池呢？電池是不是3台裡面最小的呀？多少呢？5200毫安時啊，還沒我大呢。看調教，好吧，天玑不一定打得我驍龍。好，調教你到時候。還有誰啊？那麼我今天 vivo X300之前測過的啊，今天就陪跑一下吧。它也是6.31英寸啊，跟榮耀一樣，它是一個6040毫安時的電池，天玑也是。別吵，你這個斷句很奇怪。6040毫安時的電池，並且也是天玑9500的處理器啊。反正跟 Air 不搭嘎啊，非常的厚，但是電池也很大。非常厚吧？反正帶殼手感挺差的，真的就裸機手感還行，還是忘不了 Z11給你的感覺是吧？啊，還真是。哎，我還要再說一下，這台手機是通強特別贊助我們的。OK， 通強回來獎勵你啊，晚上來我家。獎勵他什麼？這個手機殼也是首發禮包送的，他特意叮囑我們要用的這個。磁吸手機殼啊，好高級啊！我側面一看，以為是 iPhone Air 呢，哎呀，哇，賣5000塊錢送個手機殼也是很正常的，對吧？那麼相關的設置流程呢，我們打在公屏某個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啊！現在就開始今天測試吧，我們去瑞幸喝點咖啡吧，然後開始打遊戲。那個瑞幸裡面人多啊，我們就出來了。那我們現在先放20分鐘的 B 站4K 6幀視頻吧。哎呦，X300最亮啊！其他兩台稍微暗一點，尤其是你這台 Moto 啊。哎，不知道。又開始偷了是吧？哎，不講。那你把這個亮度拉高一點吧。行。哎，朋友們，剛剛看這個亮度啊，結果發現這個亮度已經拉不上去了，並且在系統裡面這個也是最高的，這什麼鬼？他說是被頂層運用控制了，被誰控制了？我不知道，不好說，好吧。B 站控制了呀。那你們兩個就跟我保持一致吧。沒有必要吧？你這亮度也太低了吧？我們是在一個陰涼的地方，拉不上去了呀。你這我說實話，正常看都看不太清的。不講。調吧，只能這樣了。現在這3個人都去拉屎了。不是，大清早這怎麼回事？留我一個人在這裡看視頻。播放完這個 B 站20分鐘4K 6幀視頻了呀。我這個繃不住了。這個羅托摩拉好吧？什麼96了？剛剛我看97，現在96了，朋友們。OK， 很線性。是人嘛？我們剩下2台都是100的電。假電就是假電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管。那接下來我們就打王者榮耀吧。哎呀，榮耀這個竟然不能120幀和 HDR 同時開啟呀！這麼拉嗎？天玑9500啊？那我就120幀加上次超畫質吧。那他們肯定都是可以同時的呀。我這個8 Gen 5的這個摩托羅拉可以開到極高，加這個120幀最高的自定義畫質。你的165呢？哎。我vivo也可以開120幀加自定義最高。那我們第一把呢，就遷就一下這個垃圾榮耀吧。剛剛看了一下亮度，我這個摩托羅拉這個亮度策略非常的不靈敏啊。因為在遊戲裡面去調整它的這個亮度的話呢，就它幾乎是不怎麼變化的。然後比如說到了最低，也幾乎不怎麼變化，只動了一點點。然後我以為是遊戲的問題啊，在主頁面呢其實也是類似的情況，拉到最高之後。這個自動亮度根本就不動啊，然後最低的話呢，也是幾乎不動的，也幾乎不動的。榮耀要稍微亮一點，那把亮度跟榮耀拉到一樣吧。我們正常都是調到50%的音量，但是我發現我右邊的 X300聲音是最大的，所以它減了2格。左邊的摩托也大一點，它減小了1格，這樣我們3台手機音量差不多了。所以你今天就是最小的啦。音量小一點可以啊。朋友們，昨天摸了一下這幾個手機啊，這個 Moto 呢邊框是比較窄的，但是它其實前後都是有弧度的，所以整體在手上你就感覺側邊會比較薄一點，但是它其實厚度還是有那麼多的，而且它電池做的有點小啊。
蠻小的，5200好像是。这个荣耀 Magic Pro Air 的手感就好很多了，因为它尺寸还小一点。你反正就是小嘛，对不对？尺寸小一点。对啊，它跟我一样你尺寸是小啊，你它跟我一样啊，但它比你厚啊。它跟我一样啊。它比你厚啊。厚不好。第一把王者5v5打了将近15分鐘啊，我這個摩托羅拉的幀率跟網絡沒有任何問題，現在還有90%的電。榮耀網絡幀率也沒什麼問題，但是現在有95%的電。不講不講。vivo 也是95%啊，它的遊戲過程中幀率沒問題，但是網絡出現了2次波動啊，變黃了。跟你一樣。啊，那麼第二把王者榮耀5v5呢，我們就不遷就這個垃圾榮耀了，這個負載實在太低了。我們摩托羅拉跟 vivo 呢就開120人家自定義最高啊，並且我們都打開遊戲相關的設置吧。看了一下這個摩托羅拉的遊戲設置，能開的只有這個靈敏觸控啊，別的沒有了。你有啥？等一下，我再找。我有啥？我有點多，等一下。哇，都開了。他們都有點多啊。有點多，留我一個人，這怎麼搞啊？榮耀點開了觸控增強、畫質增強，再有一個遊戲濾鏡，打開了炫彩。為我打開了這個超感觸控，然後遊戲超分、遊戲視效增強，還有這個4D 遊戲震感。這個比那個 iQOO Z11 Turbo 還是少一點東西的啊，但是相對來說也挺多的。哎，相對誰來說呢？你們幾個看着我沒拍，然後在這邊大放厥詞，是什麼意思的？別摸你的橙色頭了，好不好？這把遊戲打了8分半，現在手機沒有任何問題啊。摩托現在還有87的電呀，榮耀還有91的電。vivo也一樣啊，91啊。我們現在準備測一下信號，然後3台手機呢，我們剛剛調了一下自動亮度，右邊這個摩托羅拉的自動亮度真的做的一坨，好吧，稀爛無比。剛剛它一直降，都快降到底了。我現在給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比如說我現在拉最高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取消，好，再點成自動亮度，它就開始慢慢降了。哎，它又不動了。就莫名其妙啊！對，它剛剛就一直在降得特別低啊！我們給它拉到一個還相對來說比較正常的一個區間吧。這個自動亮度幾乎用不了，朋友們。3台手機呢，我們都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了。來吧，點擊發送，3、2、1，點。好，終於的榮耀不需要導出。榮耀秒了。啊！不都是天玑9500嗎？對呀，我感覺 vivo 是最慢的。壞了呀！壞了！摩托也發完了。壞了呀！啥情況啊？不是？哎，發完了。哦，發的也還快吧？嗯。現在我們準備在他們的自帶瀏覽器裡面下載一個可能1.1幾 G 的一個安裝包啊，就是他們顯示會有點區別，其實都是在一個地方下載的。榮耀它其實是有反映色自適應的，但是看着就感覺比較偏綠、偏藍一點了。然後呢，這個 vivo 就顯得還比較正常了，這個摩托就沒有了，朋友們，這個就很尷尬了啊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摩托的這個頁面非常的原生啊，點，哎呀，這個亮度差距有點大呀，我們來給它開高一點吧，這個摩托。現在大家看一下速度，這個 vivo 非常快，它已經快要下完了。摩托這個下載進度條好不明顯啊，看得我眼睛痛啊。OK， 它已經下完了，感覺還是榮耀多一點啊。對，它之前其實摩托速度能到10兆，怎麼下着變成幾兆了？現在又回來了。好的，榮耀還是快一點啊，這摩托羅拉還是略差啊，大概慢了榮耀5秒鐘吧。現在我們在用電信卡打電話，聯通卡來刷抖音啊。先慢刷吧。好，我們再快一點吧，慢刷沒什麼問題啊。我感覺到中間這個速度的時候，感覺3台手機都會開始有點加載了啊。那我們再最快吧。刷最快，我感覺這右面的摩托的動畫有點不絲滑，非常不絲滑，摩托羅拉要差一點啊。榮耀一般，然後感覺 vivo 會稍好一點點吧。現在我們用聯通卡打電話，電信卡來刷抖音啊。慢刷，哎，感覺 vivo 那邊慢刷有點問題啊。哦，那我們再快一點吧，感覺跟聯通差不多，都會有點加載吧，但問題不是特別大，那我們再快一點吧。我們在最快了，是不是感覺榮耀跟摩托尤其差呢？尤其的差呀。vivo會好一點哦，最快的情況下。這也好到哪去？只是相對來說好一點。我們從瑞幸裡面出來了，準備導航去中午吃飯的地方。先看一下3台手機的電量啊，我的榮耀還剩88，vivo還有86，我的摩托還有84。這種使用時間，榮耀和vivo差不多呀，都記了桌面的，但是感覺我的榮耀活得會久一點，所以我們就看榮耀的時間為準吧。我們現在都進入了這個導航界面啊，3台手機自動亮度都是拉滿的。我們現在看一下亮度，最亮的是中間這個榮耀，其他2台差不太多吧。現在導航上我們往右轉啊，哎，我們一不小心就往前直行了，看看他們會不會給我們變化
啊。往前走了50米左右，这个荣耀和 vivo 都切换到了备选路线上面啊。就是我们现在实际走的这条路啦。滚啊！啊，好，我这个走了几米，终于规划了，是晚一点吧，但是也不迟。导航让我们在黄新路上面直行啊，我们决定走下小路啊，去到药王街里面了。我们当中马路走了5-6米，3台手机实时位置都对了，其中是左边的 vivo 更新的是最慢的，我们继續往里面走吧。哎，誰是最快的？是我摩托羅拉呀，終於扳回一城啊！忘了說了，扳回一城硬要講啊！對，走到這個巷子裡面了呀，我這個摩托羅拉率先規劃了，又扳回2城啊！新的路線看見沒？然後呢，榮耀是緊隨其後。我的 vivo 實時位置是對的，但是沒有重新規劃路線啊。但是我要說一下，在陰涼的地方呢，我的 vivo 的亮度啊是比較亮的。往前走了5米左右啊，我的 vivo 就規劃了呀。3台手機還讓我們直行走藥王街啊，我覺得走太遠了，我們還是切換一下吧，直行。每次跟你走就更遠，好不好？這把肯定是正近。往前走了10來米，榮耀和這個摩托的實時位置對了。vivo還在原地。我滾，好吧。往前走了不到10米啊，現在 vivo 的實時位置對了。又往前走了差不多20米啊，3台手機幾乎同時切換到了新的路線啊。導航現在讓我們往解放西路上面走啊，我們不想走啊，繼續按照我的意志走。我們去步行街吧。哎，這個摩托真的好暗啊，這個屏幕啊。摩托這個規劃路線跟你們不太一樣啊，就是你們兩個是往右邊走，但我的是往左邊呀。你就是往步行街走了。這個路線規劃，我這個摩托還比較快的呀，那就2個跟我走吧，好吧，我們就走這個步行街裡面。真牛逼啊！我們剛剛捉了一個路口呀，我的榮耀切換路線和那個摩托還不一樣啊，它是走商場後面的小路啊。vivo的備選路線跟榮耀是一樣的，但是它並沒有切換啊。那我們還是繼續走步行街吧。現在3台手機都讓我們直行啊，我們左轉一下，這肯定會近一點的。真的會近一點嗎？我反正信不來一點啊。真的近一點啊。近你的媽！往前走了10來米，3台手機的實時位置都對了呀，但是都沒有切換路線。這條小巷快走完的時候，3台手機都切換了路線呢。榮耀和 vivo 是往左轉，路線會遠一點。右邊的摩托它更合理一點，直接往右走，那我們就往右走吧。我們導航了接近40分鐘，終於到目的地了。整個導航過程中，3台手機表現都是比較好的那種啊。其中 vivo 會稍微差一點點，感覺是高德地圖版本的問題，3台手機都出現了那種陀螺陣抽搐的問題啊。我的摩托還有73的點，榮耀也是73啊。哎，vivo還有74的點，反超了。你反超沒用啊，期間一直是榮耀的亮度是最高的呀。其次是 vivo 啊，這個摩托的亮度就是最低的。現在是中午的12點43分，我們現在用了1小時59分鐘的手機了。接下來我們準備去吃飯了。飯前我們還是先看一下 B 站的1080P 原畫直播呀。現在亮度的話，就是右邊的摩托稍微低一點，你拉一下吧。正準備調整亮度，朋友們，然後我這個摩托亮度拉不上去了，最亮的時候還是沒有他們兩個亮啊，並且呢，在系統裡面這樣調也是沒有用的，就是什麼被頂層應用控這種屁話。那你們跟我保持一致吧，委屈你們了。跟他保持一致了。行吧，行吧。他剛幹嘛了？讓人要一個這麼大的碗，然後老闆說啥呢？老闆說，這個碗現在也是最大的碗了，再大的碗都是菜碗了。就是菜碗，你知道嗎？叫我 Big Master 好吧。剛剛另一個人的直播畫面卡住了，我們被迫只能看這個了。這個好像都沒什麼彈幕啊。哎，這個摩托我們明明把這個亮度拉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它現在就是會顯得暗一點的。哎，這個是德帥嗎？這個不是，這個才是。Shut the fuck up！猴頭頭。這倆人不知道在幹嘛呀？我操，他們在幹嘛呀？我們已經看了半個小時的直播了，現在 vivo 是69的電，另外2台都是68的電啊。那咱們就等菜上齊，再把手機交給大師來拍照吧。好的，菜已經上齊了，我先來拍下照片。我先拿榮耀跟摩托來拍啊。這個榮耀默認的就是鮮明了，但是這個摩托羅拉好像是沒有可以選的。這個摩托羅拉，我在取景器上看它的盤子全都是過曝的，朋友們，成片會有一定的優化。vivo 這邊默認就是鮮明了，哎 vivo 這個有食欲很多呀。再用他們的2倍拍一下單個的菜吧 ，vivo 還是好看的。你過來看這個取景框，摩托的，你想不想吃？耶，黑油炒蛋，我的媽呀！榮耀這個感覺也不是很好吃哎，第一次用摩托羅拉的拍照啊，感覺幾乎沒有調教吧，感覺它只有後期有一個處理啊。哇，這個紅燒肉差距太大了呀！我必須要截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差距有多大。vivo 的取景框跟成片差距不大的，這個摩托羅拉為什麼2倍還給我切鏡頭呢？它現在切到超廣角，其實調用微距了嘛，我們也沒有離得這麼近吧。反正我拍完之後感覺最有食慾的是 vivo 啊，其次是榮耀，摩托就
成片可能好一點，但是取景框真的看得完全不想吃啊。那麼這2台手機呢，我們再試一下它們的長焦微距啊，一個是71毫米，一個是74毫米啊，這個位置就已經開始糊了，這差不多就是30厘米吧。但是摩托羅拉71毫米，摩托羅拉大概就是這麼近啊，確實它宣稱就是15厘米的一個長焦微距啊，但是拍出來感覺不好看，朋友們看一下吧。我的媽，這太醜了吧！这有點難看了啊，這個成片拍出來就挺難看的。然後再看一下 vivo 大概也就是個15厘米啊，這 vivo 拍出來好看多了吧？這不比剛剛那個好看多了吧？明顯好看。榮耀這個就是長焦微距會遠一點啊。那我就邊吃邊打鏟啊！我的榮耀和摩托最高只能開到60幀加超清加極招。什麼垃圾啊！我們vivo可以開120幀加超清加至臻的畫質啊！你們不是一個處理器嗎？拉起，第一次調沒調好，快點！我真服了，那就遷就一下他們2個吧。我們吃完飯出來了，把亮度重新調整了一下，3台手機都是自動拉到了最高，貌似是左邊的這 vivo 最亮啊。確實，這個摩托非常的暗啊。我外面肯定是越亮越好呢，3台手機就這樣吧。這把新燃產打了35分鐘啊，3台手機幀率跟網絡沒有任何問題。但是呢，我這個摩托羅拉在出了餐館之後呢，亮度一直在降啊，就是到最後遊戲結束，比他們2個暗好多呀。我不知道夏天怎麼用，夏天沒法用這手機。現在我的摩托羅拉還有54的電。榮耀也是54啊，都是偷出來的。vivo 也是54，但 vivo 比較亮啊。你就张的也比較亮。現在是下午的2點10分，用了3小時20分鐘手機了。那我們接下來在這裡拍照拍視頻吧。好的，我們要開始在這裡錄像和拍照了。我們先錄像啊，3台手機啊，從超廣角開始都可以，4K 60幀呢。那我們就開啟他們的標準防抖，其他都是默認的。啊，我先從這個取景框裡面看呢，這個亮度是中間的榮耀和左邊的 vivo 會比較高一點。啊，右邊這個摩托羅拉就很低了啊，但是摩托羅拉它這個超廣角是最廣的，來吧，因為它是0.5倍啊。我們先拖最右邊的摩托羅拉吧，它的超廣角是0.5倍，我現在開始滑動，好，到1倍它切了，但是感覺它這個畫面好難看啊，朋友們。好，到3倍它也切了，3倍畫面稍微好一點。好，現在再開始拖，它最多是20倍，我總感覺它有點掉幀呢，20倍不是很清楚啊。那我們就回到1倍吧。接下來是中間的榮耀，它的超廣角是0.7倍啊。來，開始滑，好1倍，好，很明顯切了。它這個取景框感覺也不是特別的清楚啊。好，3.2倍 ，OK 也切了。好，它最高是10倍哦。我觉得10倍這個清晰度也就一般吧，顯得它臉上有一些不自然的這種細節啊。好，回到1倍。好，接下來是 vivo， 它是超廣角0.6倍啊。開始拖 ，OK 1倍很快就切了。好，3倍哦也切了，它最高是15倍啊。我們來看一下，15倍這個清晰度倒是還可以，而且整個膚色包括臉上細節會顯得稍微自然一點啊。OK， 我現在都回到他們的1倍了，現在慢慢的向他們走過去啊。現在是一個順光的情況哦。我感覺摩托羅拉這個確實有點掉幀了，又開始笑了。而且摩托這個把人拍得好慘白啊，沒什麼血色啊。這3台裡面，我覺得 vivo 的是整體的畫面顯得比較自然而且好看呢。摩托羅拉這個就感覺你已經走了一會兒了，好吧？好，現在慢慢轉圈，大家看一下防抖。現在到逆光了，大家有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眩光啊？還搁這笑呢，你有病吧 ？OK， 哎呀，這個摩托羅拉真的太難看了，我的天哪，太醜了呀 ！vivo 還是顯得稍微好一點，但其實最真實的我覺得是中間的榮耀啊，但是它細節不是很自然。現在我離遠一點，現在我們跑過去啊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。我看着感覺沒什麼大區別啊，你搁這別笑呢。現在開始轉了，好，跑着轉。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啊，拍了大概2分半鐘。現在我們來做3台手機的前置的錄像了呀，他們3台呢前置的規格都是4K 60幀啊，這點比較滿意啊。但是呢，這個屏幕亮度上，我感覺還是摩托羅拉最暗了。摩托羅拉太暗了。对，然后 vivo 現在好像是最亮的了。顏色的話，我是比較喜歡中間這個榮耀的呀，它這個感覺比較討喜，但是左邊這個 vivo 有點微微偏黃呀。我現在跑起來看他們3台的防抖情況吧。還是摩托羅拉是最醜的。然後再繞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眩光的情況。
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炫光啊？目前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右边的摩托真的，这什么颜色呢？这个感觉它曝光也不准，脸上都过曝了。这个荣耀还是显得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 vivo 这边感觉比较好看一点吧，它整个也拍得挺白的。反正我觉得荣耀是比较帅的呀。荣耀是比较真实一点 ，vivo 跟荣耀其實都默認切到0.8倍了，但是那個摩托羅拉並沒有。我們現在準備做3台手機的前置的人像的拍照啊，人像模式。現在這3台手機的亮度感覺只有左邊的 vivo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了。這個摩托羅拉就走吧，然後榮耀的亮度感覺也降低了一點了。然後呢，只有 vivo 沒有給我們縮到這個0.8倍的超廣角，那我們就給它縮一下吧。我現在從屏幕上來看，我感覺 vivo 這個好好看哦。vivo 這個呢，它剛剛跳出來一個人像的那個美顏的選擇，它使用的是透亮人像啊。我們來拍一張，現在是逆光，好，我們現在順光再來一下。其實還有一個細節跟大家講一下，就是中間這個榮耀，我感覺它的默認的這個美顏有點明顯了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今天其實上面的鬍子是有點沒刮的，但是這種榮耀的這個畫面裡面我已經看不到鬍子了。其他2台能稍微看到一點，摩托羅拉這個就很明顯了啊。好的，我們再用他們的拍照模式來拍一張自拍啊。vivo 還是給它調到0.8。我們現在到逆光了，3台手機其實都會有一點這種炫光啊，我還覺得 vivo 的是比較好看的吧。現在準備用他們的後置鏡頭來拍一下人像，拍他們2個，是這樣的。3台手機呢都有挺多的啊，最少是這個摩托羅拉啊，它是4個焦段，我們只拍3個焦段算了，就用他們的2450和85吧。然後其他的2台呢就用相對應的焦段了。摩托羅拉這個人像模式叫高定人像呢，高級定制人像。我現在從取景器上來看，我覺得還是 vivo 的會好看一點啊，它顯得比較豔，但是榮耀的會比較的真實一點啊。摩托羅拉這個取景框上就爆完了呀，取景框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優化啊。摩托羅拉這個高定人像它還會變化呢，剛剛1倍它給我顯示的是原生。我點到50的時候，它給我顯示的是經典啊。到了85這個焦段的時候，摩托羅拉給我顯示一個特寫啊。我覺得摩托羅拉這個長焦還顯得稍微好一點。這個環節我覺得 vivo 完勝啊，但是成片呢就挑自己喜歡的吧。我們現在在逆光拍一組人像啊。大逆光，摩托羅拉這個就真的顯得你們已經走了一會兒了，感覺你們的人是用水泥做的哦，還是 vivo 這個光影層次和顏色比較正常啊？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太陽曬出來就是會有點偏暖色的呀。歪嘴的意思是什麼呢？這邊憋笑呢，給他 P 個表情包，到時候我把那個表情包等下發給你。哎，vivo 拍照還確實是感覺好看一點。那我現在就特寫你，特攝你，拍攝的攝啊。對啊，好嘞。榮耀的這個取景框裡面就已經顯得很過曝了，反而是摩托羅拉在長焦的時候，我感覺會比榮耀還好一點點啊，當然 vivo 是最好的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在這裡用他們的拍照模式來拍照了。3台手機的後置鏡頭啊，都是有3顆鏡頭的。那我們就先逆光開始吧。摩托羅拉超廣角12毫米，朋友們，這個榮耀只有16毫米啊。摩托羅拉這個取景框裡面，你們2個人的臉完全看不到了。再來1倍，摩托羅拉這個取景框幾乎就是完全沒有優化。現在顯得最自然的還是 vivo 啊，榮耀這個就顯得有點慘白了。好，2倍裁切。哎，不會有人真的想用摩托羅拉去拍照吧？這個拍攝體驗真的很災難呀，朋友們，感覺像是若干年前你看到那個很灰暗的取景框，你並不知道它的成片會變成什麼樣子，這種感覺真的太差了。好，3倍拍你一個人。榮耀這個在長焦的時候，它人物的頭頂因為被太陽光曬着，包括背景全都是過曝的，而且曝的挺明顯的。vivo 的會稍好一點，這叫原生光影。原生光影嗎？我沒有開啊，我沒有開那個 vivo 的原生光影啊，就是他們默認的。接下來在拍照模式順光拍他們2個，不用超廣角了，超廣角懶得比了。幹什麼？你那個手在幹什麼？好的，我已經保留證據了，韓寶，你可以去起訴他了。職場那什麼騷擾，對吧？直接用長焦啊！幹什麼？手為什麼又收回去了？vivo 跟榮耀用的全都是鮮明啊，他們默認的。哎，vivo 確實好看，榮耀也不真實。接下來經典逆光拍一下杜江閣啊，1倍開始吧，超廣角不比了。我從取景框裡面來看的話，其實是這個摩托羅拉顯得比較真實。這個天空我們現在肉眼幾乎是看不到藍色的，但榮耀這個好藍啊！好，2倍裁切，同樣是鮮明，感覺這個 vivo 的藍色就要克制一點啊。好，接下來長焦3倍，榮耀這個光影層次還是得再去打磨一下呀。它直接暴力的把這個杜江閣提亮了，都有一個6倍附近的焦段啊。榮耀這個曝光感覺光影層次非常的暴力啊。今天是有一點點霾，但是它拍出來有點太慘了。好，接下來是10倍拍杜江閣的牌子，這個摩托羅拉在取景框裡面就顯得有點糊了啊。vivo 的取景框裡面也顯得有點糊，但是成片應該還好。在10倍的時候，取景框裡面最清楚的是榮耀啊。他們倆在幹嘛呢？抖抖碎碎。拍一下那邊啊，就是有綠樹啊，有什麼街景啊，有大樓啊。
從超廣角開始，我們拍到20倍或者30倍吧。這摩托羅拉的取景框就灰的不行，我又不是在拍 RAW， 你給我搞得這麼灰幹嘛呀？1倍呢，那個大樓又是過曝的，哎呦，幾乎沒有實時算法，我可以說，它就是只有後期那個算法。而且藍天現在從取景器上來看，就是榮耀的是最亮的呀，它好藍啊，它的綠色也好綠啊，還是冬天呢，怎麼可能有這麼翠綠呢？摩托羅拉到3倍的時候就好多了。这切换镜头的放大效果，我感觉是 vivo 做的最丝滑。它这一代全都是这個效果嘛，而且從取景器上來看，現在這個光影層次就是 vivo 最好呀。它雖然是鮮明吧，好，接下來直接10倍還原國際中心。這個摩托羅拉是一點降噪算法都不做嗎？取景框確實還是榮耀清楚一點，但是成片感覺是 vivo 的會比較清楚呀。三者全部給了100倍啊，這太扯了。我們再拍一張50倍吧，好吧，就給大家圖一樂了。剛我用摩托羅拉拍的時候，它拍完之後有一個掃描線下來，什麼意思啊？感覺它成片還是挺明顯的 AI 痕跡嘞。vivo 就非常明顯的，肯定是後期用 AI 處理了一下。我們這裡拍完照、拍完視頻，電量也耗得不多呀。榮耀和 vivo 是41的電，摩托是42的電。它屏幕很暗吶、它屏幕確實隔着猛偷。我們有人你隔着猛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們有人不見了，不知道是去幹嘛了，吃小零食去了。那我們在這裡微信視頻通話吧，等等他。OK， 我們現在在微信視頻通話。這個摩托羅拉我已經快看不到它屏幕了，挺暗的了。他們的取景範圍是中間的這個榮耀會顯得最廣啊，其次是這個摩托羅拉，它稍微窄一點點。啊 ，vivo 這個就比較近一點了呀，它這個就顯得頭很大，大家看到吧？然後呢，這個效果呢，摩托羅拉這邊就非常的真實，甚至有一點點醜化啊，因為感覺這個臉上應該也沒有這麼多七七八八的東西吧。然後呢，榮耀呢就美顏的比較明顯了，顯得也是比較好看的，默認的中度美顏，感覺還行吧。啊，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啊，雖然說看着挺好看的，但是感覺有點過了。vivo 這個還可以吧，但是它整體的這個對比度感覺會顯得有點高啊，還算是相對來說比較真實的了。你來了呀？啊，你剛才點錯了吧？點到我的小號了，我當時在拉屎呢，我總不能加入啊。就要邀請你進入啊。後置的話，這個取景範圍也是榮耀跟摩托會廣一點，這個 vivo 還是會近一點了。但是清晰度，朋友們有很大的區別 ，vivo 是最清楚的，其次是榮耀。最差的就是這個摩托了，好糊啊！你們自己看一下，超級糊吧 ？vivo 好清楚吧？而且剛剛其實有人走過去的時候，它那個曝光也變得很奇怪啊。對啊，反正這個效果摩托羅拉我是覺得太差了，這個清晰度對太差了。vivo 還是比較好一點的，但是它取景範圍又稍微窄一點了。打完10分鐘微信視頻通話了，現在 vivo 還有38的電，榮耀是37的電，摩托是39的電呢。接下來我們就用百度地圖步行軌跡穿一下南門口的巷子吧。朋友們，我們現在正在這走啊，這個還是這個摩托羅拉亮度最低啊，大家看到了嗎？然後這個可視角度感覺是 vivo 的比較好啊，我們到這個角度來看，對吧？感覺 vivo 的這個會顯得通透一點呢，其他兩個就感覺亮度榮耀還可以，但是可視角感覺差一點啊。摩托那個就感覺啥都不行了，聽到沒？摩托啥都不行。能摸你嗎？哎，非常的可愛啊，憨態可掬的狗不多見。什麼變態行為？東西真無語啊！都不放過。這人素質太低了，對不對？素質是不是真的太低了？比你還低，竟然！真的比你都低，我都真的接受不了了。走了8萬米，快12分鐘。首先我想說的是，這個起點往後的這一段開闊的古台階，好像只有這個摩托羅拉在路上哎。扳回3成了，扳回3成了，你看其他2台都沒有在路上。這個 vivo 拼的是最遠的呀。我怎麼記得我們是沿着道路下側走的呀？對啊，摩托羅拉在這個路上呀。摩托羅拉有點準吶，又是只有它沒有偏出去啊！你看其他2個全都偏出去這個路了。vivo偏的更多一些。对 ，vivo 偏的是最多的。到這一節的話，其實差距就不是很大了，3台手機都還可以，感覺 vivo 的還更在路上一點哦。2棟樓之間也只有摩托羅拉會比較在路上一點，朋友們。其他2台，你看這個 vivo 都已經偏到69度上去了，這個榮耀也偏到69度上面了，但是它情況會比 vivo 好一點。摩托羅拉就只在69度的邊上沾了一點點啊，它是會最接近我們實際路線的。感覺這4000多塊錢買了一個好點的 GPS 呀。
然后這些都是用的北斗。接下來這一段曲折的小路，感覺也是摩托羅拉會好一點，它這裡的這種彎折會多一點啊。其他兩個這邊就比較的滑下來了，還是 vivo 更差一點。對 vivo 還是會差一點點的。學校門口這節路3台手機還差不多，沒有很大的區別了。但是感覺榮耀會稍微好一點點啊，它路偏的是最少的。拐到這條路，3台手機都不在路上了。對，但是 vivo 好像還是偏的最多的那個，本來就沒在這個路上了，然後它還往上走了這麼多啊。其他兩台感覺情況會稍好一點點。到回頭路之前這一段的話，還是 vivo 跟榮耀偏的多一點呢。這個摩托羅拉更靠近路呀。哎，你們兩個怎麼回事啊？怎麼摩托羅拉搞不過啊？不知道啊，9500的問題。OK， 終於摩托羅拉不是最好的啦，回頭路它稍差一點吧，分得開一點，其他兩台還是比較的接近啊。但是回頭路之後這一節又是這個摩托羅拉會比較在路上了，朋友們。榮耀就已經偏上了 ，vivo 就偏得更上了。走到終點這裡，3台手機都還可以了。那整體就是摩托羅拉會比其他兩台手機好啊，榮耀會比 vivo 還好一點吧 ，vivo 這個就偏得有點多了呀。你 vivo 怎麼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又不是我拿的，可能他作弊了吧。害我扳回5成啊！对，就是他拿的摩托，所以他表現好一点，就是這樣的。啊，好了，現在是下午的3點12分，我們今天才用了4小時21分鐘手機啊，中間的榮耀和左邊的 vivo 都是32的電，右邊的摩托多一點啊，36，但都是亮度偷的啊，都是偷的啊。哎，我要詭辯一下呀，要不是這麼會偷，怎麼可能會有這麼高的電量呢？是吧？你是不是收了摩托羅拉錢啊？哎，放屁！接下來我們準備去打，接下來我們準備打車去河西了，途中會經過隧道，重點關注他們在隧道裡的導航表現怎麼樣。你這麼收錢，你能這麼刻板呢？我們已經上車了，3台手機都有3D 車道級導航了。然後我們呢現在要左拐，正在左轉，好，轉過來了，看一下 ，OK， 幾乎沒有區別。 3台手機的智能省電我們也關掉了。好的，我們現在正在右轉進入到南湖路隧道。3台手機感覺都有點提前了，我們現在剛轉過來，我們現在在右邊的車道啊。OK， 3台手機全都是在右邊的車道，沒有問題啊。3台手機的屏幕亮度也降下來一點了，但感覺這個 vivo 的亮度降的不是特別的多。哎，榮耀它跟其他兩台的那個進度差了一些嘞，看到了嗎？啊，它要往回走了，開倒車了，啊，它又往前了，回到1.1，啊，它又回到1.2了，完了。現在我們到左邊車道來了，3台手機都沒有識別到。完了，我們在裡面停了一下，感覺他們都會出點問題啊。我們已經在這個弧線上行駛了，榮耀還是沒有過來啊。完了，其他兩台就是在波動化了，因為現在隧道裡面車有點多，就是走的挺慢的，朋友們。左邊 vivo 好像反應過來了，它停那兒不動了。榮耀還沒進入弧線，我真吐了，朋友們，弧線我們都要走完了。我們現在即將要進入到這個岔路口了。OK， 我們已經進來了，看一下。手機都不行。OK， 把時間反應過來。好 ，vivo 先率先，然後是摩托。這個榮耀就一直卡在那兒了，無語了。它這個隧道裡面完全是廢的。雖然其他兩台也有那種波動化的感覺啊，但是他們還是及時的識別到了。這榮耀你看就一直不動呢，就擱着。啊，終於開始動了，看它會不會一大跳過來。太差了，太差了！好，其他兩台都跳了，榮耀還沒出來，我們馬上匯入到主路了。我們已經出隧道了呀！哦，他終於來了！我的天哪！導航了15分鐘，終於到目的地了。整個導航過程中，在隧道裡的時候，3台手機表現差異挺大的，尤其是這榮耀在裡面頻繁開倒車，進度跟我們的實際差距很大。榮耀和 vivo 都是28的電。這又偷啊，32的電啊！現在屏幕還這麼暗，又偷啊！你也得回頭才能這麼多電呀，對不對？我們先用支付寶掃一下共享單車二維碼，321。vivo會慢一點哦。我們現在用支付寶掃一下哪家店门的二維碼。這一次倒是差不太多了。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奶茶店了，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啊，我來發送一下。點。哎呀，還是中間的榮耀沒有導出，我秒了，非常快。跟我們比什麼呀？啊？有什麼好比的？請問一下，怎麼兩個人不說話呢？我也快贏了。啊，你也還可以。是嗎？摩托，哎，好 ，vivo 也開始發，看一下。啊，確實摩托要快一點。啊，又是 vivo 輸了。我們現在準備用他們的默認瀏覽器下載一個180兆左右的這麼一個遊戲安裝包啊。這顯示有點不一樣，其實是同一個。來吧，點。好的，我們來看一下速度。哇，這個榮耀爆炸快，朋友們。
榮耀完全沒有影響，7兆、13兆氣乾了呀。再見了榮耀已經下完了，它完全沒有受這裡的網絡影響。但摩托羅拉只有300多 K 呀。比什麼呀？比什麼呀？這榮耀爆殺，榮耀確實在這裡爆殺，而且榮耀還是在3台手機的中間位置啊。兩個人不說話了唄？不愛說話，一直就不愛說唄。這有啥好比的呀？這都被秒殺了，還解釋啥呀？沉默寡言的人唄。我記得前2期就有人說什麼韓寶因為這個機器不利啊，然後一直被針對啊。這期還是就这個，還是被針對是吧？對对对，就全世界都在針對你，全世界都在針對我的男孩。什麼時候是你的了？我操！怎麼好多？別搞，別硬搞，別硬搞。你不是說是過來加入他們的嗎？那說啥？給你們了唄？怎麼給啊？怎麼給啊？先給我吧。這是一期預告，朋友們。OK， 接下來不知道從哪裡就會伸出一手抓我的胸，我的。OK， 過了一段時間了，這個X300也要下完了，摩托羅拉一半了。哎，摩托羅拉現在速度變快了啊 ，vivo 已經下完了啊，它也就快了一下，其他2台都下完了，它也只有幾百 K 啊，哎，怎麼還變慢了呢？它也100兆都沒下到啊。不等了，不等了。我們現在王者榮耀10v10啊，第一把還是跟我榮耀一樣，拉到120幀加4兆畫質的一個負載啊。就沒辦法呀。遊戲裡什麼相關設置我們都給它關掉了，歡迎抽默認的樣子了。我們現在進入遊戲界面了，看一下亮度。亮度是左邊的X300最高，榮耀稍低一點，然後那個摩托羅拉就偷了一天了。那我們把亮度統一一下吧。統一跟榮耀或者X300是差不多吧？這個太低了呀。剛剛榮耀紅了一下，現在延遲也有70-80。OK，現在好點了，只有60左右了。你們紅了嗎？vivo 網絡非常好，只有30-40。沒有問題啊，但是我要死了。哦 ，OK， 拜拜。看我上面的大機甲。大什麼？大機甲呀。可是叫什麼呢？誰他媽叫了？你叫呀。有證據嗎？你剛才叫啊，狗叫了，好不好？傻逼！剛剛榮耀又紅了，你看又紅了，又紅了，完了，我上不去我大機甲了，哦，上來了，你看，接近100的延遲。你有這麼在意你的大機甲嗎？大機甲太強了呀！另外2台什麼問題都沒有，這把10v10大混戰我們打了快20分鐘了，開局就開始守家，現在人頭比是80比112。哎，你們2個不是高手嗎？完了，輸了。我拿了全隊第2高的人頭13-14，高手呢是15-12，我倆已經盡力了，是哪個廢物帶不動他？誰呀？到底是誰呀？說明你們倆盡力沒有用啊！就主要還是廢物人頭拿得多沒有用，所以他們是廢物。哦，這樣子啊。19分半終於結束了，累死了。這榮耀紅了能有3-4次吧，反正整體的波動挺大的。vivo 沒有任何問題，並且我觀察了他們的網絡，vivo大概是30-40Ping，摩托羅拉是40-50 Ping。張嘴是吧？對。那麼第2把王者榮耀10v10呢，我們就不管這個垃圾榮耀了啊，我們就開120幀加智力最高的畫質，並且打開遊戲相關的設置，還跟上午一樣的。開打，感覺有點不太對勁啊！這個打了1天了，現在才發現一個問題，就是我這個摩托的畫質和清晰度是要比這個另外2台還要糊一點點，但是沒有像之前1加 S6T 那麼糊，但是還一點點糊，就是這個高手這2個字。我幫你想好了理由了，你可能你屏幕大一點，好吧？行，謝謝你。開打。亮度搁這偷呢，畫質也搁這偷呢。問摩托不要問我。第2把這個開局非常的順利啊，我已經靠了斬殺斬了4個頭了呀，4-0，哎，整隊都是我的人頭，非常的帥。告訴你評價一下，菜逼！別叫他媽的，你也拿5頭。你們2個神經病吧？我你媽！我你媽！我你媽！我走了，我有點格格不入這裡。神經病吧你們2個！太嫂子！什麼？你他媽說的什麼東西？我再他媽不跟你說話了，我操！什麼呀？公共場合不要狗叫。好的，OK。感覺叫什麼？就是滚起雪球來了呀！现在16-0的朋友們，全队一共30的人头，拿了1半，還多一點。高手發力呀，高手！第2把王者榮耀10v10打完之後，我的摩托羅拉還有14的電。vivo 還有7%，榮耀還有10%啊！現在是下午的4點35分，我們才用了5小時29分鐘手機。別喝完再說吧，我都聽不清你說什麼。反正半小時的信息量都沒刷，就是6個小時，但真我們實際用可能還差一點，還有衛生間呢，可能10多分鐘。那我們再打一把王者榮耀，把時間補一下吧。我現在大招可以召喚4的小機甲了。小機什麼？這麼多。
第3把游戏打了9分半呀，3台手机都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荣耀还有6%的电。vivo 还有2%，摩托罗拉还有9%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47分，我們用了5小時42分鐘手機了。接下來我們準備回河東啊，去某人的甜品小站了。我們應該會打車，期間我們就刷一下信息流吧。快走！甜品小站。好，某人去上廁所了，某人去吃晚飯了，那麼我們就直接開始刷吧。先開始刷抖音啊，然後你看這個摩托羅拉根本就看不清啊，確實，刷美女都不得勁兒。確實，而且它那個解鎖的那個密碼就是那種好老的那種解鎖的那種密碼。對，它沒有那種自動的識別，就是你輸幾個都行，而且你必須要打一個括號號才能識別。我剛還想着給它亮度拉一下呢，這摩托羅拉拉滿了，這麼暗嗎？這刷個毛啊！看我的 vivo 跑在旁邊。你vivo只有2%電了，都這麼亮呢？啊 ，OK 吧？我看這個人的抖音有點不太正常，就不給大家展示了。就是開大了那個人啊，感覺有點什麼奇怪的癖好，我操，不想刷，還是我這個正常。這榮耀30秒後要進入超級省電模式啊，我不進。OK 吧？你現在多少2%了？5小時53呢，朋友們啊，這個 vivo 還有1%呢。摩托還有6%。現在車來了，我們上車繼續刷一下吧，看還能堅持多久啊？我們現在正準備上車啊，vivo彈窗了，馬上進入威廉精靈。OK， 下機了。那等於 vivo 就是5小時54分鐘嘍，那就進入微店精靈了。我們現在也換小紅書了，剛要換淘寶繼續刷，60秒關機了。OK。此時此刻摩托羅拉還有4的電。OK。5點13分，用了6小時3分鐘，就是實際時間加上50分鐘 ，OK， 差不多就是6小時4分鐘唄。對，0啊。朋友們，信息流刷完了呀，然後我這個摩托羅拉還有3%的電，那我刷10分鐘美團吧。今天沒刷美團的嗎？來吧。讓你偷贏了呀。沒辦法呀。勝者到最後，又刷了10分鐘美團啊，1%，那你趕緊繼續刷吧。現在是5點32分，那就是6小時22分鐘。你刷吧，來吧，繼續刷吧。朋友們，現在是下午的5點36分了，這個摩托羅拉關機啦。他一言不吭，直接就關機了。對，直接關機。我們下車還沒下車呢。對啊，我還想說能不能刷到家裡邊，就是沒有啊。沒有啊。今天的續航時間大概是6小時26分鐘。但是最後的話，那個負載是比較低了。對。下車了，3台手機都暴斃了。我的最終時間是6小時04分鐘。我比他少10分鐘。我是上車前就沒了呀。我是6小時26分鐘，不是很好，因為一直在偷亮度啊。現在充到了19吧。那再充會兒，我們就去廁所了。然後你去吃小零食。你去吃啊。呸！好了，我們就到了這個信號比較抽象的廁所了。好，現在我們用它的聯通卡打個電話呀。來，3、2、1，點。我摩托羅拉治了，另外2台都很快通了啊。我們现在已經進入到微信了，來發送一個表情啊。右邊這個摩托羅拉剛剛紅了，哎，現在又好了，那給他也發一下吧。哎，摩托羅拉斃掉了。中間的榮耀應該是發出去了，但是沒有收到其他人發的。OK， 收到了 vivo 發的了，vivo 也發出去了，但是摩托羅拉還在轉圈，出去不會又是紅了吧？啊，不等了。我們進入到微博了，這台手機都沒有刷出來新的東西，這怎麼回事啊？不等了吧，已經有30秒多了。我們現在進入到抖音了呀，現在是左邊的X300剛剛刷出來新的內容，但是還是沒有圖片，然後中間的榮耀跟右邊的摩托羅拉，沒有反應。那我們來刷這個 vivo X300吧。就它還是能加的一些東西的，但是沒有畫面啊。另外2台都還在這個底下轉圈呢。現在3台手機切換到電信卡了，然後來打個電話吧。哎，現在3台手機都出來了，但是右邊的摩托羅拉稍微慢一點，左邊2台差不多。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微信了呀，然後來發3個表情。啊，都出來了。我們现在進入了微博了呀，3台手機都刷出來新的東西了，我們來同時刷一下吧。摩托羅拉要慢一點啊。再來一遍。就是會慢一點。我們現在進入了抖音了呀，3台手機都刷出來新的內容，但是中間的榮耀相對來說是最慢的，能不能都同時來刷一下吧？哎，中間這個榮耀加載是有點問題啊，老是黑的。對，哎，榮耀也差了。刷不動了，那就是榮耀會差一點，另外2台差不多。找到評論區點一下，點。哎，榮耀最快啊，然後是摩托羅拉。
今天就反过来了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厕所呢，联通卡3代手机的信号都挺一般般的。硬要说好呢，就是中间的荣耀会稍微好一点，发消息会快一点。最差的是摩托罗拉。电信卡的话呢，3代手机表现都还可以啊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地下车库微信扫碼1米，走。差不太多哈，還是微信，大概4到5米的樣子，走。搁那幹嘛呢？他沒有一台可以調用長焦嗎？往前，要不走點吧？哎，摩托羅拉放大了。這摩托羅拉剛剛放大了，現在又變小了，然後更糊了，啥意思啊？調用攝像頭調用不清楚了。哎，好 vivo 先掃出來了 ，OK。不是你這個 Moto 為什麼這麼糊呢？不知道掉了哪顆啊？怎麼這麼糊啊？太糊了吧，這也。這它能掃出來啊？哎，榮耀掃出來了。你這太糊了呀，朋友們，肉眼可見的糊啊！這是在幹嘛呢？摩托在這鬧呢，我看。哎，它今天整個系統也是各種問題，好吧？我感覺。這是幹啥呢？掉到哪顆鏡頭啊？我真服了。我退回來，反而能掃出來了。我真服了，沒救了，沒救了，算了。很暗的地方，微信1米。啊，這個中間榮耀感覺出現一點加載問題啊，現在差不多是3米。還是榮耀最慢掃到其實，然後摩托精確是最快的。哎，它怎麼暗的地方就感覺還可以了呢？不懂啊，這次可能成功調用了長焦吧。我們來到拍夜景的地方了，現在天還沒有完全黑啊，我們就先給大家總結一下吧。我今天使用的這台 vivo X300，它的亮屏時間是5小時54分鐘。我的 Magic 8 Pro Air 是6小時4分鐘，比它多了10分鐘的信息流。我的摩托 X70 Air Pro 啊，沒錯吧？應該是這個的續航時間是6小時26分鐘，但是是偷出來的。哎呀，那你不管了，只多了20分鐘的低負載的信息流。雖然我的 vivo X300今天第一個關機，但是我並不認為它輸了，因為今天它的相對負載是最高的啊。因為這個榮耀它王者不能120幀加自定義最高同開，所以我們後面其實打的很多把王者榮耀呢，都是我和摩托羅拉開的更高的畫質啊。並且我今天的整體的亮度是3台手機裡面最高的，所以它的負載是最高的。那麼這個成績呢，我覺得也不算輸吧，畢竟它電池最大啊，我覺得應該是X300贏啊。那麼今天它表現好在哪裡呢？全就亮度一騎絕塵啊！沒有吧？我覺得也有這麼也沒有一騎，就我們兩個一騎絕塵，反正比榮耀好不知道哪去了啊。比榮耀好不知道哪去了，比摩托羅拉。哎，你這又是開始轉移話題。除了亮度之外呢，它表現好的地方屈指可數啊，大部分情況都是中規中矩啊。好的地方就是今天上午的時候，它的默認瀏覽器的下載是比較快的，還有在下午那個信號比較差的書香煙草，它打王者榮耀10v10的時候呢，它的網絡比較的穩定。最大的亮點就是它的這個自動亮度是比較激進的，雖然說它的亮度上限是沒有榮耀那麼高，但是整體的調度還是不錯的。我還替他說一句，他拍照確實遙遙領先，但這個是我的部分哈。哎呀，它最大優點是亮度，那亮度也就這麼5開，好吧。我最差的地方就是高德地圖車載導航在南葫蘆隧道那裡開倒車，然後跟我們的實時位置不準。它在奶茶店的網絡穩定性稍微有點差，就是第一把王者榮耀10v10會頻繁的460，後面可能就給它優化好了。其他來說，這台手機表現都還挺不錯吧，尤其是它的下載速度啊，在那奶茶店還是挺快的。它那個弱網的網絡就跟白天沒什麼區別啊。它可能就是穩定性差一點吧，它在廁所裡面的表現也比較好啊。我們其實最近測過的榮耀的手機，感覺都還可以啊，信號沒有說有那種特別離譜的，而且一般下限都比較高。我們2輪微信視頻上傳，它都沒有那種加載的過程，並且發出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。除此之外，這台手機的亮點就是輕薄，它的手感很好，5500的電池，機身這麼薄，比這 X300好到不知道哪裡去了，好吧？確實，這 X300帶個殼就很厚重啊，一坨大糞。那麼接下來交給摩托繼續說吧。再次感謝空強啊，你以後一定有好果子吃啊！借我們這台 Magic 8 Pro Air 啊，非常的愛你，好吧？那到我這台今天我最想吐槽的這個選手，摩托羅拉 X70 Air Pro 啊。我想先說一句，賣的不好不是沒有道理的啊。那先說它3個點吧。第一，亮度，這他媽是我見過最能偷亮度的手機了。不要說髒話。沒說。等一下他會律師函啊。雖然說它的這個電池是比較小的，也是最後獲勝的這個續航，但是勝之不武，全程而這個自動亮度的這個策略非常的迷，就往上拉往下拉，它幾乎只變一點點。這跟我們測過的機器幾乎就是最差的了呀。那第二點呢是它的網絡呀。
就是今天在任何一個場景下，無論是上傳、下載，還是說什麼刷信息流，都是比較差的。這個下限非常非常低，而且在那個奶茶店裡面呢，下載也是最慢的，就我已經不想等了。那第3點呢，就是它的系統讓我感覺一下回到了2015年呀，就是什麼安卓6、7、8這種感覺，亮度的策略，包括是這種系統裡面的指引，包括功能都是缺失或者是那種有點迷的，讓我用着很難受啊。我只能說，现在大家用慣了這些國產 OS 之後呢，再用這個的話，絕對是不太適應的。除非你特別算了吧，你喜歡原神也別用它，我覺得。然後昨天在把玩的時候呢，也是打開相機的時候會有點卡頓的問題，就感覺這個摩托羅拉的工程師是比較輕鬆的這個工作。那以上的問題說完了，以下幾乎都是優點。它今天在這個步行導航以及步行軌跡的時候是比較好的，無論是實時位置還是這個路線規劃，那這就是唯一點了啊，唯一的優點了。說完了，沒了，就沒了啊，真的就沒了。它這個是8.5的處理器啊，金闪闪只能開60帧。那不知道的，我以為8.5就這水平呢，要不是用过一加什麼這種主流的機器啊，我還真沒想到這個8.5還可以開到165或者144這種東西。而且你的王者榮耀畫質也差一些，跟X300是同樣對對，它這個畫質是比較糊的。而且我就發現你們這些輕薄手機為什麼用同樣的處理器都開不高啊？那就是 Air 吧，那就是削減了一些散熱，可能就開不高了吧。那麼拍照部分就交給大師來講吧。我先講講他們白天的拍照吧。那就是 X300完勝啊，無論是體驗還是成片，我都覺得 X300是最好的。榮耀的話，感覺就跟它的榮耀500系列差不太多吧，跟 Magic 系列感覺都有點沒法打。雖然它很輕薄，並且也給了3攝吧，但是這3個攝像頭，我覺得成像質量都一般般呢。主攝可能差不太多吧，但是長焦沒有長焦微距，超廣角16毫米，哎呀，就感覺這個配置還是稍微差一點吧。如果你對拍照要求不是很高的話，我覺得你還是可以選一下榮耀的。摩托羅拉就有點不太想聊了，它那個取景框幾乎就是完全沒有優化過，那個拍攝體驗就是可以說體驗過最差的了，可能比魅族的那個什麼我們之前測的那個500塊錢機器可能好一點啊，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，就完全原生吧，也不是說原生不好，因為我們沒怎麼用過原生啊，我感覺它可能比原生的還做了一些劣化吧，就拍你們2個的時候就感覺你們走了一會兒了，那個取景框完全看不了，沒有顏色，而且它對於成片的處理我覺得也比較暴力了，就是在拍完照片之後再給你加一個濾鏡吧，我覺得像是濾鏡啊，沒有任何的那種色彩科學可言，但是它硬件其實給的還可以吧，它超廣角有12毫米非常的廣，然後它的長焦也是71毫米，並且有15厘米的長焦微距雖然拍出來比較難看在微信視頻通話的時候呢，我覺得是榮耀它的前置效果會比較好一點其實後置也還可以，X300就後置好一點，但是X3002個鏡頭全部都顯得有點窄了，所以綜合我覺得還是榮耀會好一點摩托羅拉呢，居然在這個地方也可以拉，因為它那個後置非常非常的糊也不知道是為什麼，它賣到4500這個價格，我就真的覺得這個拍照是不太行的，可能因為這2台手機都是 Air 嘛，比較輕薄，所以呢感覺拍照呢沒有處理的特別好，還是 X300這種標準的旗艦感覺會好一點好了，總結差不多了，現在天也差不多黑了，那我們就拍點夜景吧。OK， 好的，我們現在準備夜景錄像了，但是有一個問題，朋友們。就是這個 vivo 它在4K 60幀的情況下，感覺這個取景框不是很流暢感覺幀率不是很高。然後呢，我們已經在設置裡面把這個錄像的低光 FPS 什麼這些全都關掉了其他就是默認的了，因為它這個默認是開的，我們就給它關了。但是呢，還是卡，知道吧？所以現在取景框裡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超廣角的情況下，那就是 vivo 的這個爆亮，好屌，就是超級亮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好吧，我們就開始錄像吧。OK， 現在是這3台手機的超廣角大家看一下 vivo 有沒有掉幀來，我現在拖 vivo， 好1倍切鏡頭了，而且也變亮了。OK， 3倍沒有切，它在這個亮度下3倍沒有切，它最高是15倍，我看它10倍會不會切？10倍也沒有切，這是15倍 vivo 的效果，它好像是沒有切到長焦的。我們再看一下3倍 ，OK， 它是沒有切的。它在這個亮度下是調不出來長焦的好，那我們再看一下榮耀現在是 0.7， 開始拖1倍 ，OK， 明顯切了，變亮了。看一下 3.2 倍，也沒有切，它最高是10倍。在這個亮度下，榮耀也調不出來長焦這就是它10倍錄像的效果了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再看一下最右邊的這台摩托羅拉，現在是 0.5 倍它這個畫面就顯得非常的暗了。來1倍很明顯變亮了，看
看一下它3倍能不能切。哦，它切了。这3台手机唯一能切的居然是摩托罗拉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它15倍的效果啊，其實也挺差的，它最多可以拖到20倍啊，我再拖到20倍吧。啊 ，OK， 這就是它拖到最遠的效果了。那我就回到1倍吧。摩托羅拉在這個光線下是可以切的。好，現在用他們的1倍向他們慢慢的走過去。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嘞。我從屏幕上看是 vivo 的亮度比較高啊，榮耀也還可以啊，榮耀也不錯。好，現在我用 vivo 對準韓寶的臉，它這個顏色其實是不太對的啊。好，榮耀對準韓寶的臉，它這個顏色其實也沒有很對啊，3台沒有一個對的。這個摩托羅拉也不對啊，而且摩托羅拉就跟白天一樣，就把你的人拍的特別的，就是你知道嗎？感覺你可以直接用這張照片處理一下身後事了。OK， 現在3台手機我們到這個炫光神速下來了，但是這個上面的燈好像是有點被人動過了，那個方向有點不太對了，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啊。我們就看一下他們的1倍這個主攝有沒有炫光啊？我現在從取景器面來看的話，只有摩托羅拉這邊會稍微有一點點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嗎？其他2台完全沒有。今天這個燈的位置其實有點變化了，有點看不太出了，但是摩托羅拉這邊是有的，稍微有一點。他們2個現在已經站在這個樹下了，是一個比較逆光的情況。然後呢，我就用他們的拍照模式來拍一下照片。榮耀跟 vivo 都是用的鮮明啊，摩托羅拉這邊我就調不了了。不是你们3人也太 J 了吧？怎麼全都是黑的？開完了，朋友們，這個vivo 還是取景框體驗比較好的，其次是榮耀，然後呢，只有 vivo 的取景框能夠還原出現在這個的效果啊，就是這些顏色呀、光影啊、層次都是 vivo 可以比較好的體現出來啊。榮耀呢就感覺顏色淡了一點啊，就算是鮮明，它感覺它顏色也淡了，這個取景框也是灰暗的。然後摩托羅拉就什麼都是灰暗的啊，就有點搞不了，而且。我從來沒有見過，就是放到3倍，比如說10倍，它到那種天空上的那種地方的時候，包括那個樓上的那種照片，全都是噪點。我去光是看就已經有點難受了啊！想拍照的就不要選這台摩托羅拉吧，我感覺它比較暴力啊！你看到你取景框裡面東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最後給你的是什麼，這個太誇張了。那就這樣吧，這3台裡面肯定最推薦的是 X300了。好了，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。更多精彩視頻，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 online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